Hello， 各位玩家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大陸。這期同樣是8月份的手遊精選影片，在這期要推薦的手機遊戲當中，就有以蝴蝶效應為核心的劇情冒險遊戲，經典烹飪遊戲料理媽媽的全新作，主打策略和 TPS 雙玩法的寫實海戰手遊，以及其他如 JRPG 風格、多人競速、角色扮演、背包管理、策略解謎、模擬遊戲、監控玩法等等的作品哦。這些遊戲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後的。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的游戏，那就和大陸一起看下去吧。巴別號漫遊指南是一款以蝴蝶效應為核心的劇情冒險遊戲。故事講述人類乘坐巴別號出發轉世之旅，船員會提取清空他們的記憶作為巴別號的燃料，然後用雲霄加農炮將乘客發射至來生。在遊戲中，你可以在巴別號中探索，邂逅不同故事中的主角們，並利用手上的筆記本重新排列故事，回到過去引發蝴蝶效應，改寫劇情的走向。如果你喜歡天馬行空又有點推理元素的遊戲，那就不要錯過這款了。經典烹飪遊戲料理媽媽這次帶來了沉浸式烹飪新作料理媽媽烹飪時間。本作主要是讓玩家們可以專心享受料理的樂趣，所以並不包含餐廳經營、農場和釣魚的玩法。另外，遊戲中的菜譜都是從料理媽媽來煮飯吧中精選出來的，所以遊玩體驗也得到了一定的保證哦。在料理媽媽中，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廚神，從切菜、烹煮和調整火候等等，通過輕鬆有趣的小遊戲來體驗完整的烹飪過程，所以不管大人或小孩都可以輕鬆上手。喜歡挑戰的玩家還可以解鎖不同難度的菜譜哦，推薦給想享受輕鬆烹飪遊戲的玩家。喜歡硬核海戰的玩家，那你這次就來對地方啦！這款《蒼藍前線》就是一款主打策略加 TPS 雙玩法的寫實海戰手遊。你不僅要在戰前進行艦隊編程和戰略部署，還能在戰鬥中親自下場，以第三人稱視角操控單艦進行射擊，還有走位，沉浸感還蠻強的。只是遊戲前期需要花點時間熟悉艦種特性和操作的手感，節奏不會像休閒遊戲那麼快。喜歡動腦布局又享受親自開炮的快感，那麼這款應該能滿足你哦。感興趣的話就來試試看吧。戰場的賦格曲是一款復古 RPG， 整體的風格給人一種復古掌機 JRPG 的感覺。故事講述和平的農村在一夜之間遭受突襲，被留下來的孩子們被迫乘坐上遠古巨型戰車展開逃亡與反擊，解救被俘虜的父母們。孩子們都有着不同的屬性和特色，玩家需要利用他們的特性，在戰車的各個炮台配置上不同的孩子，然後利用機槍延遲敵方回合，火炮削弱裝甲，重炮輸出傷害。另外，遊戲的故事走向也會因為你的選擇改變。戰車本身也隱藏了巨大的秘密哦，是一款適合睡前玩1-2小時的 RPG 作品。喜歡輕鬆休閒競速的玩家，那你這次就來對地方啦。Smash Monkeys 是款主打多人同樂的競速手遊，玩法蠻直觀的。你要操控角色在各種賽道上跑、跳、攀爬，同時收集橡膠瓶、煙霧彈等等這些道具來干擾對手搶先衝線。遊戲還加入了角色養成，能訓練並升級你的角色，解鎖專屬技能。不過這款目前還算小眾，而且內建了廣告與隨機內購，但是當做消磨時間的休閒小品還蠻不錯的，感興趣的話就來下載試試看吧。不知道大家都有看過宇宙巨人希曼嗎？這次我們改玩他的死對頭，在 MOTU 骷髏王先跑為敬遊戲中，扮演骷髏王在石山裡瘋狂狂奔、閃避陷阱，並使用 Turbo 加速衝撞。過程中還能選擇不同角色的技能，像是能為你提供多段跳躍的等等。整體是一款經典 IP 為背景，加無盡跑酷玩法為主的遊戲，節奏明快。只是跑酷玩法後期可能會有點重複性。如果你是喜歡輕鬆殺時
時間的跑酷遊戲，那麼這款還蠻值得一試的，喜歡的話就來下載玩玩看哦。這是款普通的 RPG 冒險，其實你的背包才是真正的武器。背包傳奇這款遊戲就巧妙結合了背包管理與策略解謎的要素。你要在有限的网格空間裡巧妙排列劍、弓等裝備，找出完美協同效應來最大化戰力。遊戲還加入了城鎮建設與放置元素，就算是離線也能賺取資源。只是遊戲目前還有些 bug， 整體感覺還在優化當中。不過如果你喜歡背包整理玩法，而且不介意等待修復的話，這款遊戲還是蠻值得一試的，感興趣的話就來體驗看看吧。想體驗在浩瀚宇宙中無盡射擊的快感嗎？星際爆破是款科幻題材離線 roguelike 射擊 RPG， 你要扮演太空人抵禦機器人大軍。最棒的就是支援離線遊玩，每次闖關都會隨機獲得技能，讓你能自由搭配出專屬的 RPG 流派。只是遊戲偶爾會遇到一些小 bug， 像是卡在選擇技能畫面，而且內購鑽石要小心誤觸等等。但是大陸覺得撇除這些，整體戰鬥節奏還是蠻爽快的，加上有離線遊玩的機制等等，喜歡科幻設計的不妨來挑戰看看哦。鴿子一段愛情故事是一款大海撈針的模擬遊戲。遊戲中，你將扮演一隻鴿子，飛越紐約、東京、巴黎等真實比例的地圖，重現現實世界中的每棟建築和街道。在這些真實複刻的街道中，尋找自己的靈魂伴侶。玩家將操控鴿子在空中飛行，透過技能線索尋找你的伴侶，又或者是向其他鴿子尋求幫助。本作還提供了多人模式，你可以試着尋找你的朋友，又或者是比賽看看誰最先找到他的夢中情歌。當然，如果你只是漫無目的的飛行，觀賞城市風貌，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要記得，在某一處一直有隻鴿子等待着你哦。日本事故物件監視協會3是一款恐怖監視遊戲，玩家將扮演監視員，負責操作和監視攝像機的內容。本作是系列的第3部作品，這次的恐怖再次升級，也可以選擇普通和高难度2種模式。本作和系列其他作品一樣，都是在日本真實地產和地點進行取景。你同樣需要在凌晨0點到5點觀察監控攝像頭，並上報所有發現的異常，而且要同時觀察夜視攝像頭和普通攝像頭，因為有些特殊現象會在不同攝像頭中顯示。這些異常就包括了靈體、家具移動或消失、照明異常、血跡和超乎想象的東西，所以膽小的玩家還是不要輕易嘗試哦。那麼這期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如果你喜歡大陸的影片，可以給大陸個讚、分享和訂閱。那麼就下期再見啦，祝各位遊戲愉快。